我们接下来来看今天的第8个主题，我希望跟大家去分享。如果你没有像终结者那样的这个数据分析工具，那你自己能够怎么样去分析成绩单呢？分析成绩单很简单，我们都知道考完试之后，最多72个小时，它会把正式的成绩链接寄到你的信箱里面。你打开来，它就会去显示一个互动式的界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按键跟操作。其实呢，最重要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表格。你会看到有一个像这样子的表格 question response time performance question type fundamental skill， 在你的网站上是可以直接去操作的。它有一个排序的按钮，我现在要教你怎么去用排序去看资讯。首先，第一个，先按题目顺序排序。排完序之后呢，你可以去观察自己在最后几题是不是有可能时间不够。当然，你自己如果还记得的话，当然是可以知道了，因为就是你去考试嘛。像如果是给我分析的话，我不是你考试的考生本人的话，我就会去看。举个例子，最后2题 CR 1.63、1.61，可是它前面的 CR 都会用到2分多钟，那我就会去问一下这个同学说，这几题你是不是考试中时间不够？那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自己就会把它打一个回底。这道题目等一下分析的时候不能被我们列入统计观察里面，因为时间不够去猜的题目，不管你做对或做错，都跟那个题目的特性是没有关系的。好，题目难做对可能是你赛对，做错也可能是你赛错。它的题型跟你的做对做错没有关系，只是因为你随便蒙了一个。我就会先把你时间不够的题目，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会把它排除在外。再来，我们会按照反应时间排序。比如说，像我在分析数学的时候，我们会去特别注意做得快跟做得慢的。比如说，这边如果出现做题时间小于0.5的，这个就要小心了，有可能会被系统判定为猜题。那如果出现做题时间短，虽然不是0.5，可是是1，也算是短，却做错的话呢，那我就会认为这位同学你在这个类型别上有粗心的嫌疑。你做的又快，然后又做错，那就是代表这个类型的题目会出现。这种题目，请你平常练习的时候，只要遇到这个类型，就去加强验算。假设这道题被我发现0.92分钟做，结果这道题做错，题目的类型是不等式跟代数，我就跟同学讲，以后你在做等式、不等式、代数的题目的时候，你做得快的时候，请你强制告诉自己加一层验算，因为这叫粗心做错。你会在某种类型的题目上出现。我们也会去观察时间异常长的题目，就算是做对，也代表你不够熟练，可能中间卡了某些困难。像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到了，这6道题是时间异常的长。我用2.5分钟来区分，是因为正常来说，数学平均时间是45分钟除上21题，一题大概2分09秒。各位同学，他整个考试是没有时间压力的，他是有最后还有剩时间的，用来区分他做的慢的标准就会稍微放宽到2.5分钟。在这个地方的倾向性，一半纯算术，一半代数，这是没什么倾向性。可是这边就有很明确的倾向性，几乎所有做得慢的题目都是 real 的题目，应用题，这个故事让你去解的题。所以这位同学，我的分析上可能就是他平常练习数学的时候，需要多去练习有故事的应用题，而不是去练直接给你数字跟算式的纯数学题目。OK，可以发现题中的观念大部分都在于速度速率问题、比率问题、百分比问题。还有就是等式、不等式跟代数，那我就确定这个同学在做这些题目的时候，平常需要去限时。像这种就是所谓的集合题呢，要不要限时就不用限时，因为这种题目它考试的时候就没有时间的压力。所以我们在看这个 response time 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看做的相对快的题目有没有可能做错，需要在这个分类上去做验算。做的相对慢的题目，它有没有什么倾向性？比如像这个地方很明显都是倾向应用题，很明显都倾向某些考点。再来，我们谈到表现。根据正确错误来分，用这个 verbal 来分，我们可以去看表现跟时间的相关性。你可以去选择说，先用时间来去分，再去用 incorrect 去分。你可以看到，如果标出来超时的题目或者是错题的话，你可以发现错题都是大部分时间长的题目，时间短的题目几乎都是做对的。大部分错的题目都是时间花的比较长，代表说他考试粗心的情况不大。他不是说他以为他会做，结果他最后观念错了选错。而这个时候是什么？是他确定在考试中遇到了某些障碍。让他做题的时间变长，而且最终是没有克服的，所以他最后是错的。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请你去回想说，你在考试中你还记得你在做 CR 的时候为什么卡吗？你是卡在阅读文章，还是卡在最后2个选项筛选，还是说今天是卡在第一轮这个选项的筛选？你的 RC 是卡在文章的这个阅读，还是卡在定位，还是今天是卡在后面的选项排除？知道你卡的位置跟你卡的原因，就知道你错误的原因，因为就是那个难关没有克服。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我们来排序，我们把它错误的题目来做一个排序，你会发现，因为只有2道题嘛，就没什么倾向，就不会去用错误的题目来去做分析。
但这个地方错误的题目比较多，好，尤其像 verbal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去观察错误的题目跟之间的相关性。再来，你可以继续再用题型来分，好，你就可以去看到说哪些科目里面你错的题目比较多，但是要注意哦，你要先把那个时间不够的那个题目去掉，时间不够的题目不能当做计算，那个就真的只是异常数据。去掉时间不够的情况之下，其实它 GT 是全对的，正确率比较高。它的 DS 只错一题，可它的 MSR 就比较需要加强，它的 TPA 比例上就是错了1/3，也比较需要加强。你要去按照题型来分去看正确率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把刚刚讲的来不及做完的题目，或者是最后赶的才完的题目先去掉，剩下的题目才是你的正常表现。Fundamental skills，DI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主要是在 verbal 还有数学的地方看。我们如果按照 fundamental skill 排序，好，一样可以看到你错的题目在哪个地位置。那当然就可以去连到相关的观念嘛，比如说像这个 content set serial property state，我在我的 IG 上有分享它的分类，就是 set 就是集合 ，series 就是数列等差等比数列 ，prop 就是几率 ，state 就是统计学，比如说平均数、中位数或者是标准差 ，equal algebra 就是指等式、不等式跟代数 ，race ratio percent 就是指比率问题、速度问题、速率问题跟百分比问题或者是利率问题。好，那 value order factor 指的就是去算出数值，实际上计算算出一个数，或者是排序排大小，比如说什么 a 大于 b，b 大于 c 之类的。好 ，factor 指的是直数、因数、倍数，所以你可以透过去排列这个能力的部分去看到你的弱点在什么地方。那 verbal 的部分 analysis and critic，analysis 在 CR 里面的意思叫做 bold-faced 题，bold-faced 题就是 analysis，还有另外一种题目叫做两个人在对谈，题目问你不是问你要怎么去削弱或加强。他是问你说文章里面的第二个人是怎么回应第一个人的，这叫 analysis。它的特色就是很像是作用题，就是不是要你去给出一个新资讯进来去评估它，而只是问你文章里面的资讯逻辑关系是什么。比如说 B 怎么回应 A，或者是第一个出题是什么，第二个出题是什么，这叫 analysis。Critic 是削弱题、加强题跟评估题。OK，那在我们的 OG 分类，他们都会被叫做 argument evaluation。Plan and construction 是什么呢？在 OG 里面的分类叫做 evaluation of plan。还有 argument construction 这个部分就是方案相关的题目，以及解释题、推论题，还有假设题，你就可以明确的知道这些题目定位到 OG 里面的什么地方，你需要加强点什么样的题目。再来 infer idea 的部分跟 state idea 的差别是什么呢？State idea 指的是 main idea 跟 supporting idea 主旨题，还有细节题。这个细节题的特色是，它不会要你去做额外的推论，它只是问你文章里面出现了什么东西，这叫做 supporting idea。那另外的 infer idea 是什么呢？就是除了主旨跟细节以外的其他题目，包括了推论题，问你根据文章可以推出什么东西，或者是作者最有可能会有下面什么结论，还有逻辑题，直接把逻辑搬到 RC 里面考，还有作用题，问你某一段的作用是什么，作者写作的意图是什么，还有应用题。应用题比较少见啦，就是指说下面哪一个例子跟文章里面比较相关，可以让你就是做类比。这边的题型分类很明确，你可以去知道平常练习的时候要去特别检讨哪些东西，所以可以用这个 fundamental skill 去做排序。终结者的分析而言，我们还会再多加一项分析。这是一般同学做不到的，因为你们没有模拟演算，但是我们是会去把同学在考试当中的这个做题表现，去把它呈现出来的。我们会去模拟这个同学在每一道题里面还遇到了什么难度的题目。这个黄色的点指的是这道题目的难度，那难度是有一个0到正2负2之间的数值。好，越接近正2就是越难，越接近负2就是越简单。我就可以去把同学在考试做题当中的难度数字全部都输入进来，数值化分析。我会先按照难度来排序，从低到高，再按照 fundamental skill 来排序。我能看到的点很重要，叫做有哪些题目你是粗心错的，简单题目还错，难的题目反而写对。像这个同学的这2道题目就很怪了，他1.23的题目会写对，他0.85的题目竟然会写错。像这个也很怪，为什么？0.15、0.79、1.05的高难度会写对，这个极低难度的会写错，1.98的会写对，0.49的会写错。这个时候我就会请同学补充这道题目，你在模考回去检讨，或者是正式考试的回忆里面，这道题目到底当时你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这道题目你事后检讨回来，你到底是错哪一个点，那个就是同学能力不扎实需要加强的地方。理论上来讲，正常人应该是简单的写对，困难的写错。结果同一个类型的题目，我们发现你困难的写对，简单的写错，那代表说那个写错的题目一定是你哪里做题流程搞错粗心，或者是哪些题目是你的特别弱项。
我们就要把那个题型去理清。如果是模考的话，就请他会去检讨，告诉我他到底错在哪个部位。如果今天是正式考试，请他帮我回忆，我们就可以去到超级完整的分析。这个是终结者独有的。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可以帮助同学。你只要有过去的成绩，打开你的 MBA.com， 点进去成绩的那个页面，你就可以用这个排序的功能。右上角会有个按钮，打开来看一下原始成绩单的范例长的是这个样子。它每一个都会有一个右上角的表格，你可以点成表格形式，它就会显示这个出来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有这个东西，可以按像我们刚刚讲的排序。所以我们刚刚教的方法，你就可以直接去使用。那我分析的方式除了刚刚讲这个之外，当然只是后面我们加了我们独门的这个数据分析，还有就是我会去观察更多的一些细节，包括 RC 是联动的 ，RC 是一整个题组进行的，所以我会去观察有没有可能做得不好，不是只是那道题的问题，而是整个 RC 你的资讯吸收有问题，这就根据我经验所看到的细节。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8个重点。最后我想跟大家做个结语，请记得一件事情。这个考试是一个完全科学化的考试，包括它的算分机制。之前如果你没有跟到影片的话，我会建议这些影片全部都看过一次，我都把它录得不长，而且都讲得很简单，所以你一定要去看过它。你看完就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考试是个完全科学化、数据化的考试。你要考这个考试，你不能不理解它的游戏规则，我们也不能只靠感觉来去做题，或者感觉去做读书计划的规划。我们必须要用数据驱动科学化的这个备考方式，科学化的成功。如果你有需要这个进阶的服务的话，欢迎来参加我们的终结者。今天我们就大概先讲到这个地方，我都希望我今天讲的东西能帮到你，赶快考到好的成绩。